最近几年美军在挑动中美之间大国对抗的问题上开始变得越发活跃。这种对抗不只仅限于军事上的你来我往，也包括了经济、国际、地区性外交行动等等方面。比如特朗普时代搞的贸易战再比如拜登时代进行的芯片法案。而这两天，美国国会在经济上进一步开展对抗，削弱我国在经济发展上的相对优势。此次美国人提出来的这套法案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简单来说，不再承认我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准备将我国归类到发达国家中去，将我国从发展中国家中剔除，是美国政界喊了好多年的事情，这一次终于从讨论变成了现实。从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联手提出法案并获得全票通过这件事里，也能看出美国对将中国定义成发达国家这件事情表现的有多么的急迫。当然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个样子呢，在宣传的时候说出也更好听一点。你要是美国民众，你觉得美国正在与一个发展中国家展开全面大国竞争，并且美国正在多领域被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越，乃至未来美军被一个发展中国家军队击败你也觉得不好听。所以不为别的，单纯为了搞中美对抗，搞大国竞争，在军事上全面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正义性，那也得想个办法把中国定义改一改，与一个人口是自己2倍的发达国家竞争失败，好听多了。最近几年美国人搞这个定义学是越来越熟练了。前有理解历史定义脑震荡，将美军在伊拉克被伊朗打击上报成无意因袭击直接死亡，但因脑震荡伤亡数十然后理解武器定义高超因素现在来重新定义一下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总是要做出来一些行为艺术，以体现出自己正在避免美国被中国赶超的态度。考虑到事态发展的一般规律下面就该轮到美国人进一步修改超级大国定义，将中国定义成超级大国，然后全面对抗。出现一个政客去全北约还有日韩澳等西方国家展开铁幕演说什么从南海到三亚到鄂霍次克海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一道纵贯太平洋西岸的铁幕正在落下，宣告美国再度进入冷战新纪元。抛开与中国进行全面大国对抗的艺术行为来看，美国精神胜利需要，美国人现在出台法案，重新定义发展中国家，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中移出去，列入发达国家行列更多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可以视为一种拜登政府的贸易战手段。最近几年，美国国内一直有相当强的一股声音，认定中国发展那么快中国之所以在工业产值、产能、购买力、平均计算的 GDP 上全面超越美国美国工业全面向中国流失，是因为中国滥用了自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在部分美国政客眼里，中国发展是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有更宽松的环保要求，是因为美国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最惠国待遇带来了低关税和低商品价格，是因为国际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支持和发展援助这些原因只要存在，中国发展速度就会比美国快工业就不会离开中国回流美国，而只要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名单中剔除，一切都会好起来了。国际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我国很久没领了，反而是中国自己主动援助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美国人图谋的主要它就是个最惠国待遇。这法案一旦通过，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关税优惠进行取消，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的价格就会上涨，相对本土生产商品就会失去优势，工业就能回流，美国就能再次伟大当然了，算盘打得挺响的，海底的鲸鱼都能听见。只可惜但凡这种法案能有用，能阻止中国赶超美国的进度，那特朗普时代的贸易战也就不至于不了了之了，最后将中国打得越来越强，工业回流再工业化这件事情也好，加快中国向其他地区的转移也罢，这种事情呢都不是靠空想或者是靠出台个法案就能解决的。美国想要从消费品到工业母机在内的全套工业系统，那么上下游的产业呢，配套工人呢，供应链又如何解决呢前2年呢不是有个听起来非常好笑的事情吗？特朗普时代打贸易战，美国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来试图用这种方式削弱我国制造业发展，但是美国本土又解决不了这些需求，那怎么办呢？许多美国资本就跑去越南之类的东南亚国家建厂，先注册公司，然后从中国买成套的散件，
到越南之后进行简单组装，乃至直接买成品到越南包装贴牌，最后再出口到美国。最后的结果吧，美国物价涨了，通胀飞升了，普通民众自己承担成本呗。现在的美国也一样啊，费尽心思不就是图个让中国商品在美国没有价格优势吗？那美国过去多年可控的美元通胀率靠什么维持的？靠的是中国工业品啊。现在美国已经处在一边加息一边大幅通胀的危险状态了，中国的平价工业品再被美国人自己给切断了，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美国国会就不能仔细考虑吗？